各位，欢迎你来到1号真相台，让我带你穿越谎言的迷雾，抵达真相的彼岸。司马先生偷税的这个事儿，现在是闹的是沸沸扬扬。可是这里边真正的内幕是什么呢？司马南呢自己呢接受了他的这个记者朋友的采访啊，因为他现在在中国的媒体上发不了声了，他在他的微信里边详细的讲述了他偷税的这些内幕。但是呢，这个内幕一出来啊，中国的另一个大 V 金灿荣好像也危险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吧。第一时间呢，司马南就在他的微信朋友圈转发了关于他偷税的新闻啊，而且呢，有这个记者呢马上就联系到了司马南啊，说司马老师你好，我是红星新闻的，看到今天国家税务总局北京税务局的调查公布的情况，请问问这个罚款您认可吗？啊，司马南是这么回答的：第一，低头认罪，诚恳检讨，不求原谅。但见今天网上铺天盖地的热搜头条都是司马南偷税，深感惭愧，职业坏人坐实了，调查组用时4个多月查出这个结果，浪费了大量的国家人力资源，实属罪加一等。二，忠告那些像我一样的人，跟 MCN 公司合作一定要签协议，其承诺的代缴税款就必须是真的，否则会万劫不复。三，6年来在某 MCN 公司一共获得了报酬600多万，那就是一年100万，这个数也不多呀，对吧？罚款加滞纳金付出了900多万，教训不可谓不沉痛。那获得了600万，然后呢自己还倒贴了300多万出去。四，对网络名人来说，无论你是不是开展商业经营，都需要有一个税务律师来帮你打理这个环节啊，这个丢不得啊，不是舍不得啊，而是丢不得啊。这个我昨天也说了，我说司马先生可能没找一个好的税务的律师，避税的律师，果然啊。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波行动不是针对司马南的，而是针对所有的违法不守法者的。哎呀，司马南说，如果我还能在网上发声的机会，我会掰开揉碎，仔细讲一讲我如何成为可耻的偷税者的。这里边呢，司马南说了，他是被他的 MCN 公司给坑了。那这个 MCN 公司是谁呢？那就是叫蓝岸智库，控制人是谁啊？原来4月网的那个饶锦。好吧，我们再看看啊，说司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事情您大概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说第七，敬请大家以我为鉴啊，严格税法意识，不折不扣的执行税法，不要轻信，绝不要轻信公司替你缴税的承诺，不见兔子不擦缨，不见税票不死心，宁可不睡觉也不能不交税啊。说4个月前我被禁言的同时，国家税务局稽查部门的同事即庄严执法啊。4个月前是吧，他被禁言这个事情，当时我透露是1年啊，是确实是当时有这个事儿啊。那目前罚款滞纳金交了没有呢？900多万啊。司马南说，我当天就交了，不缺钱啊。具体什么时间缴税的时间吗？是2025年3月18号中午11点左右交了第一笔，2025年3月19号下午3点10分缴了第二笔啊。说我们想啊，证明这个咱们通话背后啊是您本人，或者是你给我们打一个微信的语音啊。好吧，司马南来者不拒，说了，张彦良同志您好，这是语音啊，语音转的文字啊，他亲自说的，这证明是司马南亲自说的啊。
说张彦良同志，你好，我是司马南，我现在在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正在登机啊。今天早晨铺天盖地的这种关于司马南偷税的消息，尽管我在思想上早有准备，但是看到这个消息，我还是觉得脸上发烧啊，羞于见人，几乎站不住。这种人设的彻底崩塌，对于一个一辈子都是模范先进、光鲜人物的司马南来说，这是个灭顶之灾。我的好几个朋友打电话问我，说还是要活着呀，有脸没脸都要活着呀，谁让你做这种缺德事儿了呢？我也就只好这个活下去。如果我还有在网上能够发声的机会，我希望给我一个检讨自己的机会，宣传税法的机会，警示他人的机会。没有任何客观理由可以陈述，作为一个入党多年的老同志，作为一个70岁的古稀老人，作为一个在网上什么都想逼逼两句这么一个网络红人，犯下如此罪行确实是不可原谅。但是有一点，我请小张同志理解，别人理解不理解这个我不知道，就是我在全网有7200万的粉丝还不是5000万，光是抖音就有3800万的粉丝，我确实没想拿它挣钱，跟 MCN 公司合作这些年一共挣了600万，在他那儿拿了600多万。缴税的事情，代扣代缴的事情，最重要的教训就是不能够轻信别人替你代缴一定要自己亲自拿到税票。我也多次要过，但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极端的重要性，所以最后酿成今天这样的后果。检讨沉重检讨，心情真的很沉重。我马上要登机了，不知道这么沉重的心情，飞机还能不能把我驮起来，飞机还能不能一如既往的升入万米高空，载着我一路向南呢？本来是想去南方春暖花开但是我现在的心情糟透了，我被自己浪费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大量的人力资源，几个月这样的辛苦工作，他们特别辛苦，我要向他们表示感谢，我也为浪费国家的税务资源而感到惭愧呀。司马老师，我现在看到网友有一种评论说这个可能是不是涉及到民营经济的一些问题，包括释放一个信号，这个您怎么看呢？司马南说，最后我想表达一个意思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发出去，那就是司马南偷税逃税这件事情是司马南十恶不赦，但这件事情和我历史上揭露09年某企业在100%的国企建立35年之后一刀切走，其中29%涉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这是2个问题。我的错我领，我的罪我认罚，但是这并不能反过来证明，因为你司马南有过错，你司马南有罪行，别人的过错就不是过错。这一段如果您不能发也就罢了，我只是想悄悄的说这么一句，我知道那些喜欢司马南的人感到心痛，我要向他们表示歉意。我也知道有些人兴高采烈，他们高兴也是有理由的。关于司马南因为不可抗力4个月不能发声音的问题与民营经济的关系，我不便做猜测。关于司马南自己偷税被重罚这件事和民营经济的关系，我也不能妄加评论。我知道自己的身份以后我会更加的谨言慎行，我会更加的严格要求自己。关于这些大道理，你还是请胡锡进老师去分析吧。我就说到这儿，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对不起呀。请问哪一家 MCN 公司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当中没有提及，我也不便于提及。人生70年从来没有跟税务部门打过交道，当国家税务总局的稽查部门，不是税务分局，更不是税务所。国家税务局亲自下来办案，2辆公用车停在我们家门口，突然间走下几个穿着制服的高大年轻的税务人员的时候，当那些秉公执法一脸严肃的税务人员打开执法记录仪突然提问
多少年的陈芝麻烂谷子的财务细节的时候，我人整个的都懵掉了。这个惨痛的教训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可耻的记录永远铭刻在我的脑门上。您要是写报道，请一定要强调司马南伏法，司马南认罪，司马南感谢有关部门的大力拯救，司马南感谢有关部门4个月的时间里边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内查外调，以及其精湛的专业态度来处理司马的问题。朋友们，司马南说他是被 MCN 给坑了啊！我以前的时候我就知道司马先生的这些节目都是那个 MCN 出面的。为什么呢？因为好多年以前我跟司马先生直播做过一次连线，中间联系的就不是这个司马先生自己的这个家人，而是那些 MCN 的助手啊。说实在的，那个就是态度啊和技术能力啊，当时我就觉得啊，是吧？这个司马先生怎么找了这么些人合作呢？对吧？果然如今司马南是被那帮人坑了。那帮人叫什么呀？蓝岸智库，是那个网上爆出来很多的丑闻的那个饶锦的企业。那这个蓝岸智库下边呢，司马南是从大概我记得是从去年不跟他们合作了或者说是合同到期了，司马南呢就自己用自己的公司来做这事儿了。那以前的合作的6年蓝岸智库说给他交税了，实际上没给他交税。那这个事儿咱们具体什么情况咱不知道啊。那么这个饶锦蓝岸智库是不是应该出来说说呢？而且饶锦的蓝岸智库下边还有谁呀？金灿荣，还有谁呀？张杰。那如果司马南先生说的是真的话，那大 V 金灿荣也跟那个饶锦合作了好多年了，那金灿荣也要塌房吗？那真是害人不浅啊！点个订阅吧，咱们下集再聊。